非常感谢各位今天早上加入我们的节目。昨晚根据川普总统的命令，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午夜对伊朗的3个核设施波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进行了精确打击，目的是摧毁或严重削弱伊朗的核计划。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将要展示的那样，这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成功。我们从总司令那里收到的命令是明确、有力和清晰的。我们摧毁了伊朗的核计划。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行动并没有针对伊朗军队或伊朗人民。川普总统在任期间一直强调10多年来，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底线。感谢川普总统大胆而富有远见的领导，以及他通过实力实现和平的承诺。伊朗的核野心已经被摧毁，许多总统都梦想着对伊朗的核计划给予最后一击，但直到川普总统才有人做到。川普总统计划的行动是大胆而辉煌的，向世界表明美国的威慑力已经回归。当这位总统说话时，世界应该倾听，而美国军方会给予完全支持。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队，地球上没有其他国家能够进行这样的行动，根本不可能。联席会议主席将会概述这次行动，就像苏莱曼尼在川普总统第1任期内发现的那样。伊朗发现，当总统说60天期限时，他指的是和平与谈判的期限就是60天。如果没有结果，他们的核能力将不复存在。川普总统是认真的，这和之前的政府不一样。川普总统说过，不准拥有核武器。他寻求和平。伊朗应该走这条路。昨晚他发布了一条信息，说如果伊朗对美利坚合众国进行任何报复，必将遭到比今晚所见证的更强大的力量的回击。署名是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伊朗。最好听从这些话。他以前说过，而且他是认真的。我要感谢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联合参谋部、中央司令部的埃里克·库里拉将军，他和他的团队以及整个中央司令部都做得非常出色。从政策到各个方面，这是一项联合行动，也是整个五角大楼的努力。我要表彰驾驶轰炸机、战斗机和加油机的飞行员们，他们都是勇士。我要表彰那些在驱逐舰、潜艇和航母上的水兵们，还有负责防空、基地防御和快速反应部队的士兵们，他们也都是勇士。参与这次行动的每一位美国人都表现得完美无瑕。我还要感谢我们在以色列的盟友。这项计划历经数月和数周的部署和准备，以便我们能在美国总统下令时做好准备。这需要极高的精确度，涉及对敌人进行迷惑误导和最高的行动安全。我们的 B-2 轰炸机进出这些核设施，而且在外界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顺利返回。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行动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这次袭击包括自2001年以来 B-2 幽灵轰炸机执行的最长任务，以及首次实际使用了巨型穿透炸弹。这次任务向世界展示了联合和盟军一体化的程度，这体现了我们联合作战的实力。正如川普总统所说，美国不寻求战争，但我要明确指出，当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伙伴
或我们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我们将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伊朗应该认真听美国总统的讲话，并且要知道他是认真的，每一个字都当真。我要祝贺我们的总司令，很荣幸能够看到他昨晚以及整个过程中的领导，并祝贺我们伟大的美国战士们成功完成了这次行动。上帝保佑我们的军队，上帝保佑美国，我们将荣耀归于上帝。感谢他的眷顾，并继续祈求他的庇护。现在我将发言权交给主席，让他介绍具体情况。谢谢部长，感谢您对我们所有在外为国家工作的人员的认可。很高兴在这个周日清晨见到大家。昨晚，根据总统的命令，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埃里克·库里拉将军的指挥下，执行了午夜铁锤行动，对伊朗的3处核设施进行了精确打击。这是一项复杂且高风险的任务。我们的联合部队以卓越的技能和严明的纪律完成了这项任务。我要感谢每一位使这项任务成为可能的军人、计划人员和操作人员，他们的行动体现了美国军队的最高标准。这次行动旨在严重削弱伊朗的核武器基础设施，它是在多个领域和战区进行规划和执行的，其协调性体现了我们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以我们国家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快速而精确地投射力量。这是一项高度机密的任务，在华盛顿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项计划的时间安排或性质。在向大家介绍一些作战细节时，请大家参考旁边的图表。周五午夜到周六凌晨，一个由轰炸机组成的大型 B-2 打击编队从美国本土起飞，作为保持战术突袭计划的一部分。该编队的一部分向西进入太平洋，作为诱饵，一种欺骗手段。只有极少数计划人员和华盛顿和坦帕的关键领导人知道。主要的打击编队由7架 B-2 幽灵轰炸机组成，每架飞机有2名机组人员，他们以最小的通信量悄悄向东飞行。在进入目标区域的18小时飞行过程中，飞机完成了多次空中加油。进入陆地上空后， B-2 轰炸机与护航和支援飞机会合，进行了一次复杂的时间紧密的机动，需要在狭窄的空域内的多个平台上进行精确的同步。所有这些都是在最小的通信量下完成的。这种整合正是我们的联合部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部队都做得好的地方。昨晚大约美国东部标准时间下午5点，就在打击编队进入伊朗之前，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的一艘潜艇向伊斯法罕的关键地面基础设施目标发射了20多枚战斧陆地攻击巡航导弹。当午夜铁锤行动打击编队进入伊朗领空时，美国采取了几种欺骗战术，包括使用诱饵、第4代和第5代飞机，以高空和高速冲到打击编队前方，为打击编队扫清敌方战斗机和地面防空导弹的威胁。美国战略司令部、美国运输司令部、美国网络司令部、美国太空司令部、美国太空部队和美国欧洲司令部为打击编队提供了支持。当打击编队接近福尔多和纳坦兹时，美国保护部队使用了高速压制武器，以确保打击编队的安全，通过弹着斗机部队对任何潜在的伊朗的地对空威胁进行了先发制人的压制射击。我们目前尚未得知有任何针对美国打击编队进入时的射击。美国东部标准时间下午6点40分左右，就是伊朗时间凌晨的2点10分。领头的 B-2 轰炸机在福尔多的几个瞄准点中的第一个投下了2枚 GBU-57 大型穿透炸弹。正如总统昨晚所说，其余的轰炸机也击中了目标。
总共向2个核目标区域投下了14枚大型穿透炸弹。所有3个伊朗核基础设施目标均在美东时间下午6点40分至7点05分之间遭到袭击。再说一遍，大约是伊朗当地时间凌晨2点10分，使用战斧、导弹最后袭击伊斯法罕，以确保我们在整个行动中保持突袭的要素。武器发射后，午夜铁锤打击编队退出了伊朗领空，并开始返航。我们不知道在撤离途中是否有任何针对该编队的射击。伊朗的战斗机没有起飞，而且伊朗的地对空导弹系统似乎没有发现我们。在整个任务中，我们都保持了突袭的要素。总的来说，美军在此次行动中使用了大约75件精确制导武器，正如总统昨晚所说，其中包括14枚3万磅重的 GBU-57 大型穿透弹，这是该武器的首次作战使用。我知道战斗损伤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最终的战斗损伤评估需要一些时间，但初步的战斗损伤评估表明，所有3个地点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超过125架美国飞机参与了这次任务，包括 B-2 隐形轰炸机、多批次的第4代和第5代战斗机、数十架空中加油机、1艘导弹潜艇，以及全套的情报、监视和侦察飞机，以及数百名维护和作战专业人员。正如国防部长所说，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B-2 作战打击，也是 B-2 飞行时间第2长的任务，仅次于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在袭击之前，库里拉将军提高了整个区域的部队保护措施，尤其是在伊拉克、叙利亚和海湾地区，我们的部队仍然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伊朗的任何报复或代理人袭击，那将是一个极其糟糕的选择。我们将保卫我们自己，我们军人和平民的安全仍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这次任务展示了美国军方无与伦比的覆盖范围、协调能力和实力。在短短几周内，它就从战略规划变成了全球行动。这次行动凸显了美国军方无与伦比的能力和全球影响力。正如总统昨晚明确指出的那样，世界上没有其他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和总统和部长一样，为促成这次任务的空勤人员、海军部队网络操作员、规划人员、支持团队以及指挥官感到无比自豪。正是他们的技能、纪律和团队合作精神使这次行动成为可能。我特别为我们在行动安全方面的纪律感到自豪。这一点是总统、部长、库里拉将军和我都极为关注的。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点。今天早上，我们站在这里，许多资产仍在空中，我们部署了数百人。我请求大家将正在回家的战士和我们部署在外的军人放在心上。我们的联合部队随时准备保卫美国，我们的军队和我们在该地区的利益。非常感谢。我们来回答问题。菲尔，部长，政权更迭是否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内了？主席先生。您刚才说战损评估还在进行中，但您是否认为伊朗仍然保留了一定的核能力？这次行动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为了政权更替，总统授权了一项精确行动，旨在消除伊朗核计划对我们国家利益构成的威胁，并为我们的军队及盟友以色列的集体自卫提供支持。
感谢你的提问。我认为战损评估还在进行中，现在评论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东西，还为时过早。谢谢。绿色的那位，在你后面。部长，请问，总统在什么时候决定启动这次行动？有没有一个特定的时刻，他决定现在就行动，而不是继续按兵不动？我只想说，我有机会见证了他的领导力，他完全致力于和平进程，想要通过谈判达成结果，给了伊朗一切机会。但不幸的是，他们一直在阻挠，所以他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继续回到谈判桌前，放弃浓缩铀，放弃核计划。当然，我不会说是哪个特定的时刻，但确实有一个时刻，他意识到必须采取某种行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我们和我们军队的威胁。将军，您说陆军上将库里拉加强了在伊拉克、叙利亚和海湾地区以及那些区域的部队保护。他们有提前得到袭击预警吗？还有部长先生，国会领导人是什么时候得到通知的？提前了多久？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最近几周该地区的风险明显上升。基于这一情况，而非对此次行动的特别了解，我们做出了明智的决定，以尽量减少驻该地区美军面临的风险。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提前预警吗？没有。事先通知国会了吗？飞机安全离开后，他们才得到通知。我们遵守了战争权利法的通知要求。在袭击之后，国会才得到通知吗？是的，他们之后立刻就被通知了。谢谢部长。我有2个简短的问题，您是否认为你们已经彻底摧毁了伊朗的核项目？伊朗的弹道导弹呢？你们的盟友以色列一直说那是最大的威胁。第2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伊朗或受伊朗影响的民兵组织袭击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或盟友，你们下一步会怎么做？主席先生也可以补充一下。目前的战损评估还在进行中，但正如主席所说，初步评估显示，我们所有的精确制导武器都击中了目标，并达到了预期效果，尤其是在福尔多核设施，这里是主要目标。我们相信我们摧毁了那里的能力。正如总统所说，无论在伊拉克、叙利亚还是海湾地区的基地，伊朗或其代理人试图攻击美军，都是非常不明智的。部长，谢谢。关于报复，伊朗和朝鲜在核武器和导弹开发方面进行合作。您认为伊朗、朝鲜和中国等其他势力有可能联合起来，来对美国进行报复吗？不幸的是，由于上届政府的政策，我们把那些国家推到了一起，最终这造成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环境。对于这次特别行动，重点是伊朗和伊朗的核能力，这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川普总统坦率地讲，早在20多年前就说过，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最终，他认为鉴于他们的阻挠，现在是必须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了。是的。非常感谢凯恩将军。我理解行动安全，我也尊重行动安全。您能否透露一下，为了保护在伊拉克和中东其他地方的美国军队，我们采取了哪些安全措施？海格塞斯部长，作为一名参加过全球反恐战争的退伍军人，您对那些可能担心美国会因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再次陷入中东地区无休止战争的退伍军人有什么想说的？谢谢你的提问。我不会评论在该区域采取了哪些部队保护措施，但我会说，我们正在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而不是被动的，并且非常认真，的确保我们尽一切努力来保护我们在那里的部队。我想说的是，正如总统指示和明确指出的那样，
这绝对不是无休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限制了我们的反应能力。如有必要，我们会做出回应。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已经部署完毕，准备好保卫我们的人民。正如我所说，总统赋予我们的是一项集中、强大且明确的任务，即摧毁伊朗的核能力。那些是我们的目标，是要被打击的目标，那是压倒性的，绝对压倒性的。伊朗政权需要明白这一点。正如总统昨晚所说的那样，他想要和平，这里需要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我们最终证明了伊朗不能拥有核能力，这是这次行动中一个非常明确的任务。等一下，那一位。谢谢部长，想问一下部长和主席，这次袭击在战略和军事层面是如何与以色列协调的？在战术层面。On a strategic level, militarily, and on a tactical level, was there any direct Israeli military? 以色列军队是否直接参与了这次行动？我想说，当然，以色列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军事成功，尤其是在初期以及持续削弱伊朗的能力、削弱伊朗的发射装置和中程弹道导弹方面。我们的盟友以色列所做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当然，我们之间进行过对话。我的意思是，中央司令部的库里拉将军多年来一直与以色列在国防方面密切合作。这次行动的一部分是为了保卫以色列以及持续保卫以色列，但是就这次袭击而言，这是由美国运作和领导的。我们利用了他们过去1个半星期以来在进场轴线方面所做的一些准备工作。我不便透露细节，但正如部长所说，这是一次美国的袭击，我们确保我们不在同一片空域，仅此而已。可以再问几个问题？那一位。首先向部长提问，鉴于这次袭击，您是否担心美国盟友，特别是海湾地区的盟友的反应？然后我想问主席，我知道您不想谈论具体的资产和部队保护措施，但您是否预计至少需要从其他战区调入更多资产，以协助未来几天的部队保护？我们当然理解该地区盟友面临的挑战，而且我们一直尊重他们，并在基地建设和敏感问题上与他们合作。最终，他们也有大量的资产和人员与美军共同驻扎在这些地方，所以这是我们考虑的一个因素。我们一直在与他们密切协商，我们也感谢我们获得的支持。感谢你提出的关于全球局势的问题。正如你所知，在全球范围内关注各种挑战是我的工作之一。我们一直在认真考虑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兵力态势，并向部长和总统提供方案。我不会对未来的事情发表评论，但美国人民应该知道，我们认真考虑在世界各地的行动，并尽力根据需要在该地区调整我们的部队结构。好的，这一位。谢谢。现在向伊朗发出了哪些信息？现在或未来几天有没有外交解决的可能性？我只能确认，我们正通过多个渠道直接向伊朗传递公开和私下的信息，给予他们一切机会回到谈判桌前。他们非常清楚美国的立场，以及他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实现和平。我们希望他们能这样做。总统可能不希望发生无休止的冲突，但伊朗可能不这么想。你们准备好打持久战了吗？冲突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承认这一点。但这次行动的范围是刻意限制，这是我们想要传递的信息。美国军方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朗可以选择，但我们已经向他们明确表示，这是核设施，这是核能力，这是总统划定的红线。我们已经划清了界限，现在是寻求和平的时候了，而且我认为这次行动的意义之一是前所未有的持续合作。我对主席和他的团队以及中央司令部的库里拉将军的评价再高也不为过，他们所做的是
为了能够高瞻远瞩，提前部署，了解这样的行动是如何实现的。昨晚发生的行动的范围和规模，如果大家有机会实时观看，一定会感到震惊。我认为德黑兰肯定在评估一个现实，那就是飞机从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州起飞，一夜之间完全未被察觉地飞越了他们3个最敏感的地点，并且我们摧毁了他们的核能力，而且我们的轰炸机飞行员现在正在返航。我们相信这将对他们如何看待未来产生明显的心理影响。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走上谈判和平的道路，但我为五角大楼的运作方式以及参与这次行动的部队的精确性、敏感性和专业精神感到无比自豪。我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好的，那边那位。谢谢部长。关于这次袭击的理由，今年3月，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了他们的威胁评估报告，结论是伊朗没有制造核武器。哈梅内伊没有批准他在2003年暂停的核项目。那么，自那以后，美国掌握了哪些新的情报，表明伊朗已经改变了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这些新的情报是来自美国自身的情报来源和方法，还是我们从其他国家获得的？总统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他已经审视了所有的情报和信息，并得出结论：伊朗的核计划是一个威胁，他愿意采取这次精确的行动来消除这一威胁，以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削减伊朗的核计划，并明显地为了我们自己和我们盟友的集体自卫。所以，他审视了一切，了解了威胁的本质，并采取了大胆的行动。我认为这是美国人民对总司令的期望。我们讲完了，非常感谢主席。